叶先生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您受惊了，都是我们没有调查清楚，还希望您不要计较才是。没事，都是公事公办而已，你不用在意。叶先生真是大人有大量。叶轩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！你好，我是区局的肖英。好的，那后续就麻烦你了。叶轩，没想到那个杀手真去找你了，我以为他会消失来躲避追捕呢。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快来找上我。这家伙当时手里居然有枪，差点就被他崩了。我反击纯粹是为了保命，可别把我当成坏人哈。不会不会，我们应该奖励你才是，帮我们把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了。那我可以走了吗？没问题，做个笔录就好，跟我来。叶轩，这就是你舍命保护的总裁大小姐吧？是的呢，我就是这位叶轩的 boss， 叫我许静就好，警官小姐。我太难了。啊？喂，老大。安影，最近情况怎么样了？最近一段时间，龙虎帮经常有混混来酒吧闹事，都被我解决了，一帮喽啰而已。一直这么耗着，没人找你交涉？暂时没有，不过我最多也就等他们2天。如果他们继续这样，我可没什么耐心了。有需要帮忙的话，我可以叫几个兄弟来支援。老大，你也太关心我了吧？放心，有必要的话，我肯定会给你开口的。不愧是老大，有了未婚妻也没忘记咱们这群光棍兄弟。少自作多情，只是不想看你在中海出事罢了。先挂了，有事再联系。芋泥香酥鸭，您的菜齐了，请慢用。别光顾着吃啊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小弟天天都去闹事儿，他们的生意已经做不下去了。不过，他们似乎并没有想妥协的意思。龙哥，这事情真的会和暗影有关系吗？我说子龙，你是越混越回去了是吧？我们龙帮的人做事情还要看证据。黑龙就这么死了，我们不该给他报仇吗？飞龙，你先别激动，我觉得这事儿处处都透露着诡异，而且林家栋那个老狐狸还在中间推波助澜，我看这个事情并不简单。黑龙这些年得罪的人不少，但能真正动手的还没几个。再说叶轩和暗影都有不在场的证明，这不是几十年前，不要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。龙哥，那黑龙的仇就不报了。别急，现在林家栋比我们还着急，他儿子成了植物人，他现在巴不得我们早点弄死叶轩。我龙啸天可不是省油的灯，想把我当枪使，盘算打得真好。还有，让人去暗中调查这个事情，如果真的是暗影做的，我不管他什么来头，我都要让他偿命。喂，叶轩，我被开除了。小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叶轩，这是，忍住，我可不能对不起静静。好了，别伤心了，说吧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今天刚上班，领导说我已经被辞退了。我问领导为什么，他也不说。
这样啊，走，我带你找那个领导问问。叶轩，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是特位了，也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是我做主的。哦，那你直接告诉我是谁下的命令就行了。是人事部的副部长马玲亲自通知我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小雨，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，我去问一下情况。好。就是这儿了。我是30楼特卫叶轩，找马玲部长有点事。好。哎呀，朱少爷，你好坏啊！朱少爷，我这有点事儿，等会儿给你打。好你个朱青，老子不来找你麻烦，你倒来找我麻烦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你是什么人？怎么进来的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你现在马上打电话让孙小雨回来上班，否则我不保证你还能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做下去。孙小雨不适合集团的工作，我让他离开又怎么了？你凭什么在这里废话？是朱青吩咐你开除他的吧？竟然直呼朱少爷的名讳，这人到底什么来头？既然你知道是朱少爷下的命令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多管闲事，免得把你自己也搭进去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马上打电话让孙小雨回来上班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哎喂，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准备好收拾东西滚蛋吧，贤静集团不需要你这种人。哼，你可以试试，而且我告诉你，孙小雨这辈子都不可能回贤静集团上班。别这么急着下结论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静静在忙什么呢？说了你也不懂，有事快说，别磨磨唧唧的。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你了，就进来看看。你工作这么辛苦，让我这个未婚夫好心疼啊。不过，要不要我帮你按摩放松下呢？很舒服的。打住，有事说事，别想占我便宜。如果你敢靠近我的话，我马上让刘铁柱轰你出去。好好好，说正事说正事。这女人太聪明了，果然不是件好事儿。其实就是你那青梅竹马的哥哥，让人把孙小雨给开除了。哦，然后呢？喂，你就没什么想要表达的吗？我没什么要表达的呀，开除就开除呗。怎么，舍不得？如果你不管，那我只好找许叔来管一管了。我相信他会很乐意帮助我的。再说了，孙小雨还不是因为你才被开除的。你无耻！说吧，你想怎么做？这种人不配在集团上班，否则总有一天集团会被这些人搞垮。让孙小雨回来上班，开除人事部马玲。也确实不能让他们再胡来了。正好趁这次机会，好好整改一下内部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会安排人去做的。你可以走了。给大爷笑一个先。去死！怎么和说好的不一样？不是答应我每天笑一个吗？你这是没晕呀！好像还真是这样哎。对不起啊，我忘记了。这下满意了吧？满意。要是你天天都能这样的话，我不知道会有多高兴呢。静静，那我先走了。好想再睡会儿啊！是李新宇的信息。
反正静静紫薇在家也没有危险，去看下有什么事儿。金宇，你今天真漂亮。啊，谢谢。啊？怎么都是些中老年人的保健品？说吧，我们去哪里？我们去临江镇。那坐稳了。叶大哥，对不起。等下我要是告诉你请你来做什么，你千万不要怪我。金宇，我把你当成朋友，自然不会怪你了。你说吧，要我帮你什么忙？叶大哥，是这样的，我今年24岁了，一直没有男朋友，家里面的人一直催我找一个男人嫁了。最近我爸妈没经过我的同意，就帮我找了个相亲对象。今天就是约定见面的日子，我家里面的亲戚全部都要来。不会又要假扮男朋友吧？难道我真是假扮男友专业户？你的意思是让我假扮你男友，这样你对家里也有交代，让你的相亲对象不再来找你了？没错，叶大哥，是这样的。如果你不帮忙的话，我今天还不知道怎么办呢。来都来了，我还能够不帮忙吗？再说了，能够为心雨这样的大美女服务，那是我的荣幸啊。叶大哥，谢谢你。叶大哥，你带上这个，等下我爸妈和那些亲戚说了难听的话，你千万不要在意。总之，一切我来应付就行了。就是这里了。叶大哥，等会儿你直接把保健品递给我爸就行。哦，我回来了。新宇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人家小郭已经来了有2个小时了。伯父好，这是给你买的保健品。新宇，他是谁？让你回来相亲，你搞什么？爸，这是我男朋友，之前忘了跟您说，今天正好带回来给您看。伯父，我叫叶轩，冒昧前来，真是不好意思。穿着简单朴素，八成是个穷小子。哼，既然来了，那就进来。叶大哥，你不要介意，我爸这人就是这样。没事。走吧，我们去沙发上坐会儿。好。新宇 ，Hello， 我叫郭峰，你真漂亮，见到你很高兴。见到你，我一点都不高兴。哼，走着瞧，等老子上了你，再把你抛弃，你就知道今天说这句话的后果了。啊！最后一个菜好了，吃饭了。新宇，你过来和小郭坐一块儿。这是郭峰，是我给你找的对象，我和你妈都很满意，你们好好相处，争取过完年就完婚啊！爸，我什么时候让你给我安排对象了？我早就有男朋友了。就他。新宇，有些事啊，你还是听爸爸的，我们要为以后考虑，知道吗？我看他那样子，怕是连自己都养不活。对呀，新宇，我们女人要为自己考虑。他这样的男人，基本一无是处，和你不合适。他这样的男人能给你幸福吗？和他在一起是没有结果的。放弃这个男人吧，之间是不可能的。赶快分手吧！够了！我找什么样的男朋友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吗？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新宇，我们都是为你好，你居然对我们发脾气！不管怎样，我们都是你的长辈。哼！轩大哥，你先吃饭吧。小伙子，虽然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，